對台灣人來講，我們最關心的問題當然是一個台海安全的問題。而台海安全的問題，我們看到美國曾經提過說，2027年是中國準備好要打台灣的最佳時刻，因為到了2027年的時候，他們的東風飛彈這個短中長程已經具備了，他們現在也有了航空母艦，他們可以包圍台灣，他們可以封鎖台灣。2027年之後是台灣最危險的時刻，但沒有想到，經過了一個俄烏戰爭，經過了一個委內瑞拉戰爭，經過一個伊朗的戰爭，中國才發現說，哦，原來他們跟美國的實力差距居然那麼大，而且美國早就針對中國你的反拒止、中國的 A2AD、你中國所有的反封鎖的狀況，美國也有一套的研究，也有一套的策略，而這一套的策略在委內瑞拉戰爭、在伊朗的戰爭裡面都已經呈現出來了，所以中國現在要用武力拿下台灣，這個機會之窗看起來是越來越小。那中國怎麼辦呢？中國會放棄嗎？中国當然不會放棄。所以就看到台灣現在出現了一些怪現象。過去台灣我們要武器，我們都拜託說，只要有武器，我們台灣就要想盡辦法買到。可是現在出現的狀況是，美國願意買你，美國不但願意賣給你武器，美國還要把 know-how 交給你，還要把關鍵技術交給你，還要幫你發展你的所謂的無人機的產業鏈。可是我沒有想到，中國國民黨居然全力的拒絕，甚至連馬文君還講，如果他可以做主的話，他根本就是零元，他1毛錢都不要花。他為什麼要講這句話？現在非常清楚，就是現在習近平看起來他要用武力直接跟美國對抗，要拿下台灣，看起来是不可能的。那習近平只剩下一條路，他要在台灣策反，他要在敵人的內部開始瓦解。而現在在敵人內部瓦解的狀況其實已經開始發生了。為什麼我們就開始警覺？為什麼我們要開始警告？因為這才是台灣危險的地方。台灣的安全不是你喊和平就可以解決的。如果我們就看着這些內部瓦解的事情活生生的上演，一步一步的順着習近平的劇本在台灣上演的話，那對台灣來講才是一個最大的危機。那談到這邊，我們要特別邀請了政大國關中心的資深研究員宋國琛宋老師來參與我們的討論。宋老師你好。寶傑兄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宋老師，我們剛剛講的是說，本來我們以前都很擔心，說，2027年中國已經準備好了，中國的這個所謂的東風飛彈，中國的反拒止 A2AD， 甚至他們的現在的航空母艦，甚至他們已經可以有這個甲板起飛的能力，哇，它可以封鎖台灣了，甚至還有這個所謂的潛水艇，這個對台灣來講是一個危機的時刻。可是經過剛剛講的，經過了3次戰爭，俄烏戰爭、委內瑞拉戰爭跟伊朗戰爭之後，才發現這個差距非常大。如果你要單純用武力拿下台灣，中國其實是論斤稱兩，它的幾率越來越低。所以您就特別提到了，現在中國的另外一種做法，他是要用台灣反對台灣，他現在用台灣把王滬寧那一套，王滬寧以前曾經寫過美國反對美國，現在他要台灣反對台灣，他要在台灣的內部瓦解。您為什麼最近不斷的高聲疾呼，不斷的寫文章，不斷的提醒，就是說您看到一個台灣最大的危機在台灣內部發生了。好的，我先說明一下2027打台灣這個論述是怎麼來的。首先就是戴維斯他說，這個2027，習近平要求他的軍隊準備好打台灣的實力或者是能力都可以啊。但是習近平要求準備好，並不表示軍隊就能夠準備好，否則的話，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這個所謂的軍隊的清洗？包括魏鳳和跟李尚福最近被判死緩這個事情啊。所以這個說法本身的另外含義就是說是警告台灣，在2027年之前你要準備好。換句話說，我戴維斯講這個話，到2027年這段時間是你台灣的戰略窗口，備戰期，備戰期是你的機會窗口。如果進一步的演繹的話，就是如果台灣不準備好這樣的一個機會窗口的話，那2027可能就是一個危險時刻的到來啊。但是這樣的2027打台灣的論述，其實在最近的這個情勢當中，已經被某種程度的推翻或者是否定。為什麼？因為馬杜羅半夜被抓到美國去，還有這個美國打伊朗嘛，就摧枯拉朽的打了然後俄烏戰爭，我們看起來現在這個普丁俄羅斯已經到達了這強弩之末，已經接近戰敗的一個地步。這個3個事實都呈現出一個事實：中國打不過美國，因為中國如果打台灣等於打美國的話，那中國會在攻台這件事情當中徹底的失敗。我們先姑且不論也許有時間我們再講內部的因素是不是能夠支撐這樣的一個高強度、高耗損的一個對台戰爭。那麼，即便是從整個國際戰略群勢來講的話，2027打台灣這點論述已經受到了動搖。但是注意
2027打台灣這樣的一個論述，雖然受到了動搖，但是中共也會採取迂迴的戰略。這個迂迴的戰略就是說，我正面打台灣打不贏，對，那如果你內部本身自我引爆的話，那就是所謂我講的以台灣反對台灣啊。所以現在就是說，2027打台灣，因為美伊戰爭，因為各種國際戰略的因素的變化，使得中共打台灣的戰略窗口已經關掉了一半了。但是他會利用台灣內部的在地協力者，重新把這個被關了一半的這個戰略窗口重新把它打開。這個事實已經發生，我再講一遍，這個事實已經發生。為什麼呢？因為我們的那一個國防特別預算本身，它是一個系統性的軍購，不是單項的一個軍購，所以被砍掉了這個到達7800億，幾乎等於就是說砍斷了手腳了啊！你只能夠走路，但是你沒有辦法搏擊，你沒有辦法運動等等的。所以這樣的一個窗口，坦白講，又慢慢重新再打開。因此我認為2027打台灣這樣一個論述未必能夠成立。但是我要強調，2027到2030，絕對是台灣最危險的時刻啊！所以總和來講，2027打台灣這樣的論述，雖然說不一定能夠成立，但是它並沒有消滅。為什麼？因為中共併吞台灣的這個意志永遠不會消滅的，所以他沒有能力，跟他願不願意打台灣是兩回事。可是蔡英文在講說我要和平啊，和平不用戰爭啊，既然是和平了，就不需要再花這麼多軍費啦。和平的獲得就是要花軍費啊，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說我完全沒有國防，我沒有軍隊，我沒有軍費然後永遠萬事太平，沒有這樣一個歷史，我未來也不會再發生啊。所以有些人現在還有人講說，其實零軍購啊，他主張零軍購嘛。對，馬文君，馬文君好。這個話的意思荒謬到什麼程度呢？還有一個什麼北一女的老師嘛對，講說只要我說中國人和平就會到來。這個話的荒謬性在於就是說，只要我說我愛你，你就會嫁給我，不是一樣的荒謬嘛所以這一次砍到7800億嘛我覺得對於國民黨來講，這個叫自掘墳墓了。為什麼？你既討好不了習近平，也讓美國不高興了。習近平絕對是零軍購為什麼會有政協會把他拉到密室裡面去談？那習近平是絕對明白的下令說，這個一毛不給。鄭主席啊，請你務必要把這個你們台灣的軍購全部要擋掉，全部擋掉就等於零軍購。可是呢，後來還是妥協出了一個7800億嘛不管你是妥協還是怎麼樣做，總是讓距離習近平的零軍購有很大的一個距離。第二個。你也得罪美國呀，因為美國的底線是8000億嘛，雖然是少了200億，還是沒有達標嘛。所以國民黨的愚蠢就在於說，他既想討好習近平，又得罪了習近平，然後既想這個不要太過於表現這個反美這個態度，可是實際上呢，又達到了讓激怒美國這樣的一個效果，就首鼠兩端，首鼠兩端，兩面不是人。好，那今天要說。因為您在研究中國政策，您對中國的這個發展非常清楚。你說其實現在他不能打台灣，除了我們看到那3場戰爭，俄烏戰爭、委內瑞拉戰爭跟伊朗的戰爭，代表反映出中美之間實力那個巨大的差距之外，你說中國的內部其實也因為資源分配，也因為中美的大對抗，造成它內部的萎縮，它造成它內部很多的問題。你舉了幾個重點，第一個重點剛剛講的是年輕人的躺平，第二個是他的這個所謂的軍頭的之間的一個貪腐，這更不能打仗。第三個就是講他的這個利息差，也就是他的財政困難非常嚴重，也就是你的年輕人躺平了，你的軍頭貪污，你的整個財政有問題，這個根本不可能符合一個大國想要發動戰爭的基本原則。那我看了以後非常驚訝的說，中國現在年輕人躺平的問題有這麼嚴重，嚴重到中國說那已經是中國的國安問題了。对，我先講就是說，為什麼這樣？中共這個打台灣這個機會窗口已經關了一半嘛5個因素，我簡單快速的來講，台海戰爭從這個港口出發，渡海，然後這個搶灘登陸，最後佔領台灣4部曲，這是一個高烈度、高內耗的一個戰爭這種戰爭除了你武器要好之外，要有很多人願意犧牲你願意犧牲？那俄羅斯武器也很棒呀，全球第2大的軍事這個強國呀。為什麼打烏克蘭打到現在？為什麼？因為他們的軍人沒有像烏克蘭那樣，烏克蘭軍人願意犧牲呢？這是第一點。第二點的話就是說，你剛剛講，我們接下來講青年躺平的問題嘛。躺平是什麼東西呢？
我的這一生不願當做你黨國榨取機器的這個韭菜或者是燃料啊，我不願意內捲。對啊，另外一個就是說是我拒絕接受你黨國給我的那種所謂的大敘事，什麼中國夢啊，什麼東升西降一大堆這種東西，這兩個東西呢讓中國的年輕人在國內就已經奄奄一息了。對，你要他上戰場，請問他有什麼戰鬥意志嗎？可是宋老師，他的躺平不就年輕人？我不敢用台灣話就擺爛嗎？跟你說這個擺爛背後有這麼多的意義。這個你說中國的躺平，也我們台灣人講的擺爛，它是一個對社會的抗議，是我完全不接受你的遊戲規則。對，所以中國才会對這件事情這麼的反彈這麼強烈。對，所以他們國安部會警告的原因，就是因為青年躺平，國安部都介入了。哎，对，国安部，而且他們的官媒也是，等于就是說這個火力全開，抨擊年輕人好吃懶做嘛。所以這為什麼會這麼樣的強烈的批判？為什麼青年躺平已經構成中共的國安危機？對，為什麼？因為這個躺平本身變成是中共自己本身它的一個內腐的現象吧？為什麼叫內腐呢？內部腐敗。內部腐敗為什麼？因為你想想看，年輕人不結婚不生子，然後不消費不買車不買房，六不主義的話，那你這個社會還有什麼消費的動力嘛？這是第一點。第二點。青年人本身講得很明白你說你的這個大事續大事，我怎麼樣過我自己本身最低欲望的生活？坦白講，你是火星，我是木星我們在不同的一個平行的星球裡面那麼第三個，青年人其實也不願意躺平，但是他們是心不甘情不願的，是對一種社會的一種，我覺得是絕望一種絕望所以這個絕望本身反映出來就是我不跟你合作這個叫不合作的革命，然後我也不抗爭。那我就是一種沉默的一個表態，或者沉默的這個革命，這些東西比武裝革命還要厲害武裝暴動我可以鎮壓，對，我躺在家裡面，請問你怎麼鎮壓我？對所以你可以去鎮壓一個異議分子，但是你沒有辦法讓年輕人怎麼樣死灰復燃嘛？心靈的這個喚醒要比物理的鎮壓還要來得困難嘛？所以這個就是從青年躺平，為什麼他們以前國安部不會關心這個事情？對，而且他還說是外國勢力介入，是外國勢力煽動。可是宋老師，你講到我非常驚訝的是，他中國的內部的躺平的問題真的那麼嚴重嗎？真的對中國來講已經傷筋動骨了嗎？我們知道中國以前有個叫做學雷鋒，所有事情都要身先士卒，都要這個馬首，這個等於說都要這個搶第一，我要搶單。你說這種東西在年輕人上面已經完全沒有了，沒有了，基本上就很大比例是沒有的你剛剛講學雷鋒要樹新風嘛對。那習近平也一直在講說，青年人要敢於擔當或者勇於擔當。那年輕人的回應就是說，對不起，我承擔不起所以這個就是跟反雷鋒的這個精神在年輕人非常的一個普遍那麼另外一個就是說，你也不要以為說他們叫擺爛而已我是有尊嚴的躺平。為什麼？我躺平叫橫着站立橫着站立或者說我躺平我不完全躺，我就45度就好了如果再厲害我60度如果有必要我稍微這個15度就好了。但是無論如何，我拒絕作為你黨國機器本身的廉價的燃料，我拒絕當那一種韭菜讓你任意的宰割。對所以為什麼它叫國安的問題你可以想想看，什麼叫年輕世代？我們以前講說青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梁嘛那這個棟梁本身都已經攤下去了，那國家還有什麼未来？這第一點。第二點，這些青年人是生產跟消費的主力你這個躺平當然沒有辦法生產嘛，沒有辦法生產，你當然就沒有辦法消費。如果說整個社會都彌漫在一種不生產不消費的情況之下，經濟就不會有救。對最後一個，以前中共本身之所以能夠降服大陸的人民我們在學術上來講叫做這個績效性合法績效性的合法性，就是說我餵飽你的肚子，但是請你放棄你的權利這個叫做 performance legitimacy 但是現在怎麼樣？我對物質沒有什麼需求以前我的吃飽呢可能是吃2個槓子頭，現在我的吃飽可能是半碗的這個方便麵就好了。所以物質欲望的降低，我願意承受用最低的欲望來維持我的生存，那就意味着怎麼樣？意味着我已經不去再去相信你那個所謂的績效的合法性。对所以你讓我吃飽，我放棄我的權利我現在我怎麼樣？我不吃飽，我也一樣怎麼樣？要主張我的權利，什麼權利呢？不合作革命，消極抵抗的一個權利
所以不要以為說躺平其實是年輕人他心不甘情不願的，對於整個經濟跟體制的絕望，然後採取一種坦白講是自我安慰、自我救贖的哲學。因為我如果我不躺平的話，我沒有辦法支撐我的一個心理的狀態嘛，我難以支撐啊。所以他這個叫做我稱之叫自我救贖的哲學，或者叫做安身立命的自保的哲學。你剛才講的不生產、不消費、不結婚、不買房、不做等於說不做任何的這個資產的投資。對，這個現在在中國非常嚴重吧？根據統計的話，大概有幾億的人口啊，因為他們現在就看一個數字，2億的人開始在躺平。對啊，有2億2千萬以上啊。當然，也許有些人他從事一些外賣啊，或者是開網約車啊等等的，可以谋得一點這個工資等等，甚至有人做一些所謂的那個虛擬的这種什麼情感經濟啊，我扮演你的這個情感的這個伴侶啊，或者是說我給你一個空間，這個空間是你把你所有的秘密傾訴出來，我幫你保密這個叫做虛擬樹洞啊，就是那個樹的那個洞讓你情緒有一個發洩，但是又能夠守住這個秘密等等。各種千奇百怪的所謂的情感經濟，反映出的是什麼東西？整個年輕人本身原子化，對原子化。可是他又不願意徹底的孤獨前一陣子有一個大陸的軟體叫做"你死了嗎"你死了嗎？真假有這種軟體？就有這種軟體。你死了嗎？這種軟體意思就是說，你只要繳8塊錢的人民幣，那麼你如果說你已經不行了那麼你只要按一個鍵我們就會通知你說，那你死掉了或者是說，也許我們給你一種協助這個叫你死了嗎？這個看起來好像是很溫馨，其實是非常冷酷的。為什麼？整個家庭的輔助的系統、社會的救濟的系統，對完全失效乃至於朋友圈的這種相互扶持的這個力量也失效。叫做電子救命儀器。對這是反映這個整個社會很畸形化的一個狀態。這種現象本身可以寫一本博士論文非常的龐大所以從青年躺平，我覺得它不僅僅是國安危機、政權合法性的危機，同時也是經濟衰敗的一個危機。所以為什麼他的國安部會出來這樣大吼大叫那這事態已經真的是非常嚴重。2億多的這個人口，完全就是當做老鼠人了。就我白天睡覺晚上出來滑手機，躺在沙發上滑手機，然後我每天就吃怎麼樣？吃一片吐司或者是半碗的這個方便麵度日子。我們講說哀莫大於心死，我乾脆心死我就沒有悲哀了嘛。是用這樣的，所以中國現在年輕人這麼誇張？對，你可以看到很多那種街頭這個訪問他們就是說非常的絕望，但是又心不甘情不願的絕望。他們想奮鬥，但是奮鬥沒有用；他們也想努力，那努力沒有用，因為一切都不能改變。所以面對一個絕望撲來的這樣的一個體制，青年人除了躲避、自嘲、後退、撤退、隱藏自己之外，沒有第二條路選擇。所有這些隱藏、後退等等這些概括起來，就叫做躺平。所以你說他們連活下去都這麼辛苦了，更不可能說他為了這個偉大敘事就上戰場衝鋒。而且我們剛剛講，你要來打台灣，你至少要上數百萬人要能夠渡海，否則你根本不可能拿下這個地方。至少要200萬200萬以上而且現在我敢這麼講中共所擔心的不是在台海戰爭當中能不能打得贏的問題，而是說在這個打台灣的過程當中裡面，槍口會不會倒轉過來對付我自己。所以前陣子有一個流行的諺語嘛，就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這話本身不是沒有含義的。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对，就在解放軍裡面有這樣的一種心態所以現在中共考慮的就是說，已經不是在估算說我能不能打得贏是我現在估算的時候，那個槍口是不是始終能夠一致對外？會不會槍口倒轉來面對我自己？對，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吊詭的一個現象對。好，那另外就是中國現在它的內部的問題，第一個它的青年躺平，那我覺得很驚訝的是，它是國安單位，它这甚至人民日報，它的整個解放軍報，全部都來痛批說這樣的現象，代表這個現象非常嚴重。第二個當然講說是它的軍方的高層，他最近呢，我們看到李尚福，還有魏鳳和兩個人都被判死緩，判死緩就是貪污。貪污現在外面傳的資料是說，他們居然把解放軍一些非常重要的參數，甚至把解放軍火箭軍很重要的原料的這些所謂的資料，就賣給了這個所謂的美國的這些公司。如果連他們兩個都是這樣的話，
那不就代表說中國現在軍方你很多重要武器的參數、很多的資料，早就已經被美國竊取了嗎？那你如果你的軍方高層是這個樣子，那你這個軍方高層又怎麼打仗呢？我認為習近平的軍隊清洗其實清出了3個集體心理狀態，哪3個呢？一個就是厭戰、避戰，最後是逃戰啊。否則不會這麼不斷的這個清洗啊？為什麼？因為這個集體的心理本身普遍的彌漫在中共的軍隊當中裡面，甚至有一些說法就是說，打仗是你習近平的事，安家立業是我去當軍人的事，有這樣的一種說法啊。不過我們剛剛從李尚福跟魏鳳和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出幾個事情啊。第一個，習近平不相信軍隊，甚至不相信他自己親自提拔出來的將領，同樣的軍隊也不相信習近平。這叫互不信任啊，這是第一個。那麼第二個的話，就是說，由於這一些，你說像前一陣子的這個張又俠這個類型的，還有他們總參的這個參謀長被拉下來，包括2個這個國防部部長，這些事情都一系列的說明什麼東西呢？所有有專業專長的專業的軍官，而且是專業的高級軍官。只要你稍微對於我習近平有2心，你就會被我清洗掉。換句話說，專業主義被打下來了，上來的是什麼東西呢？政治正確，就是憲中派嘛，所以你幹掉了這一些將領，你要遞補啊，遞補上來了會是專業的嗎？不會，都是表忠的、表態的。所以叫海軍去管火箭軍，對，類似像這種情況啊。所以就習近平那個決策階層來講的話，他即便補上了一些政治獻忠的這一些軍中的幹部，他所提報給習近平的訊息都是過濾過的、包裝過的、美化過或修飾過的，這就會造成習近平的戰略誤判。注意戰略誤判在有些情況不嚴重，但是在獨裁者的體制裡面，獨裁者的這個戰略誤判、獨裁者的誤判才是最危險的事情。這是第二個那麼第三個的話就是說，現在中共面臨的是整個全球對他的降維打擊了。所謂的降維打擊的意思就是說，不敢打。我們一開始我們講他不敢打為什麼？因為這個社會軍隊的離心力貪腐那麼嚴重，青年躺平那麼嚴重，而且還包括官員躺平企業家也躺平所以躺平有3種青年躺平、官員躺平，還有這個企業者躺平離心力太大。所以我剛剛講，他們現在不是說考慮我會不會打贏台灣考慮的就是在打台灣一出發的時候，槍口全部都倒轉到自己這邊來那麼第二個就是打不贏為什麼打不贏呢？基本上來講，我們剛剛已經講說，2027的這個攻台這個窗口，實際上已經被關掉了一半嘛所以現在這個中共已經從國際情勢看出來，就是說我們差美國差太遠了。有人講說代差，一代之差嘛。那有些軍事專家講說，其實是1代半呢，一代還不夠，還再加個1/2所以在整個天下為中的這樣一個態勢之下，我認為特別是打台灣2棲入侵2棲入侵。那麼這個在整個目前，你比如說像這個菲律賓的肩並肩這個作戰，所有的這個演習的這個項目集成訓練，對，集成你中共的軍隊。然後呢，台風系統是已經增程到1000公里以上等等，在這樣的態勢之下中共現在已經面臨到一個技術被壓制的狀態。所以他即便有可以清台的硬體的這樣的這個實力，但是呢，他的這個軟體的實力是不足的所以因此就是說不敢打。第二個，他也認為打不贏。所以2027馬上就到了嘛當然我們料敵從寬了我們不應該認為說他絕對不會打，但是他真的要打台灣的話，是難上加難。那在宋老師您的文章裡面還特別提到一個財政的問題，我們講到大炮一響，黃金萬兩。你打一個所謂的戰爭裡面，其實關鍵都在財源，對，都在你的所謂的後勤部隊這個部分。那關鍵來了，您特別提到一個是，中國現在有一個叫做所謂的淨息差。你要淨息差就是我銀行存的錢跟我貸款出去的一個錢，那個距離非常少。那代表什麼？代表我進來的錢根本就沒有人要貸出去了。對，我這個銀行根本不可能拿这個存款來去再生利息了。代表沒有人要投資了，沒有人要投資，代表這個國家的這個所謂的經濟的活力是一直在萎縮當中的。對，您剛剛講就是說那個銀行就是存貸差或者叫做淨利率差。一般銀行的淨利率差本身是
大概是12%到13%，但是像中國的銀行普遍的平均的这個的存貸款的這個差異哈，已經跌破了1.5%，意思就是說我貸給你的這個利息，對，跟你存稿的這個利息本身有很嚴重的差距，資不抵債了啊，所以這個就非常的危險。為什麼呢？因為在這樣一個情況之下，會出現2個最基本的問題。政府不讓人民領錢哦，最近有存錢進去不可以隨時想領，不可以，就是你只要超過2000吧，2000人民幣，你就要去報備公安局，他們地方叫公安局啊，銀行2手一攤，他說你這個領不出來啊，你要領的話，你去跟公安局這個報備啊，或者是說你如果領超過2萬塊錢，警察就盯上你，把你帶到派出所，先問一下你領2萬塊幹啥？是不是有跟境外敵對勢力勾結啊？等等的，這就會怎麼樣？就會造成就是說，人民本身會造成將來如果有問題嚴重的，會發生擠兌的一個現象，或者是暴動的一個現象啊。那麼另外的話，就是你支撐軍費你要哪裡來嘛？我們一直在講2027會不會打台灣，或者是說27到30年台灣會不會打台灣等等的。你要戰爭有3個因素啊。第一的話就是說，中共現在財政這麼樣的一個糟糕，而且所有的地方政府全部虧損，沒有一個地方政府是盈利的啊。然後它這個整個平均的這個政府的這個債務本身已經達到了 GDP 的3倍以上，那是用兆來計算的啊。那如果還要打仗怎麼辦？舉債打仗，印鈔打仗啊。那麼而且必須用財政扭曲，意思就是說，我社保、健保、醫保本身我要扣錢，把這些錢投注在這個戰爭這個經費上面。所以從這些種種因素來看的話，就是說，中國面臨到這個經濟的3大危機，一個就是個體經濟，就我們叫做個人經濟或者外賣經濟等等的啊。另外就是它的金融的危機，最後就是它的這一個整個財政面臨到一個崩潰的邊緣。在這些種種因素之下，我認為對於中共來講的話，應該是民不聊生而且是危機四伏。它的財政內部有這麼大的問題，非常大。大家覺得中國是一個很有錢的國家嗎？我想一個政府面臨到人民要領錢不讓你領的這個狀態，會是一個，所以他們要推出一個政策叫做多存款少貸款。為什麼缺錢嘛？或者怎麼樣，乾脆只存不要貸。只存不貸所以像一方面就是說，他在各地開這種所謂的存款戶頭的一些存款點，讓人民很方便，走2步就可以去存錢但是你要提錢的話，你可能要走幾十公里你才能夠領得到錢。這些都證明就是說，財政處於一個枯竭的一個狀態。我覺得財政是國家之本財政一旦枯竭，什麼事都幹不了。不要說你打台灣了，連你要穩定它內部的這一種穩定性，都可能是非常吃力的。那我們知道，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後呢，它快速崛起。它快速崛起，其實有一個關鍵就是它的人口紅利。對，它的人口紅利，那為什麼美國就判斷說，其實對中國來講，它的機會之窗也到2030年，因為其實到了2030年之後，它的人口結構會出現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也就是說，它以前是人口紅利，可能現在呢會變成一個人口負債。那它現在可能過去呢是幾個人養一個老人，現在一個人要養好幾個老人。它對它那個內部的這個老化的狀況也會快速的，它就怎麼樣？它就變成了一個所謂的中產階級困境的那樣的一個狀況。對它的內部來講，而且現在出現一個叫爛尾蛙的這個專業術語，那個對它來講都是有很多的定時炸彈，可能在中國內部引爆，是嗎？對，現在中共面臨的就是3個中堅力量的垮台。一個是經濟上的中等收入陷阱，另外一個是企業界的一種叫做中產階級的塌陷，最後還有一個就是說，這個中間的這個選民吧，本身不再相信共產黨，這個3大這個中間的一個塌陷非常謝謝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們都會來仔細的閱讀。我們非常謝謝Sina77，你說謝謝我們的製作團隊的精良內容，他小小心意，我們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們也會努力的來製作您喜歡的一個內容。那我們也非常的感謝這個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
然後呢，你說謝謝我的用心訪問，你謝謝洪醫師認真教學有關腎的健康這個知識。現在對於這種健康醫療是我們在網絡的部分非常認真要耕耘的一塊。我們當然希望台灣未來是一個強壯的國家，台灣未來也是一個偉大而這個健康的國家。另外，我們也感謝了這個 QB Jacky。那你說我們導正了台灣往正向的道路的無形力量，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為我們相信說，走對方向，走正確的路，比什麼都還重要。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這個 Albert 王，他說你深有同感，從大中小去觀看事情，希望能夠找到不同的產業來說說他們的成長趨勢。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的整個產業趨勢是呈現一個大爆發的狀況，現在連韓國都非常的緊張，所以未來我們也會多報道這種產業趨勢。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成長。另外就是非常謝謝林立清 D2S， 他說你現在看到了伊隆馬斯克的打不敗神話，現在台積電的50公里的強大供應鏈，我們現在也會針對這些國際趨勢，而且在整個國際變化的當中，台灣我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然後呢，我們也看到了，另外就是這個 Lovely 這個您提到的，就是說感謝我們精闢的見解，把台灣的情勢詮釋得非常的清楚，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努力的方向。因為台灣一直在往前走，台灣的往前走，我們要相信台灣。另外就是这個所謂的755裡面，你特別就是感謝，我們也感受到您的這個對我們的肯定，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另外就是這個藍靜，您說謝謝我們製作優質的節目，他是一個退休人士，支持台灣，我們也希望整個台灣一起來進步。另外就是這個 Boy K。然後呢，你說謝謝我們提供這個內容，然後您說您是政大傳院的學生，那我們也非常謝謝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我們也會非常努力的來感謝您對我們的一個喜愛。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說很久沒有看到宋老師了，那就宋國成宋老師，那你當然我們在兩岸國際之間，我們也会多做這樣的一個報道，甚至就是一個 Helen Pan。然後呢，你說謝謝明老師，明老師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訪問的來賓，未來他也會定期來上我們的節目。非常感謝你們這個喜歡我們也會非常認真，我們非常感謝，因為這麼多人喜歡我，對我們來講那是一種責任，那也是一種我們需要的這種所謂的使命，我們會好好的把這些工作做好。謝謝。